安志友和他的女儿美娜相依为命。那天，他在女儿身边发现了一张塔罗牌，塔罗牌预示着幸福和机会。安志友还没来得及深思，就接到了工作应聘成功的好消息。他高兴地带着美娜回家了。睡觉前，给女儿读完故事书后，好奇地问那张牌是谁送的。美娜没回答，她先指向了身后的柜子，然后说是丽丽送的，只要妈妈不在家，她就会从柜子里出来。安志友心有余悸地站了起来，走向衣柜，打开了柜子，但被女儿制止了。女儿说这会吓到丽丽。第二天，安志友和妈妈聊起这事，他觉得女儿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，觉得女儿将来可能会成为玄幻小说作家。那天下午，安志友去超市面试，凭借之前的相关工作经验，加上圣诞节那天客流量大，经理要求他后天必须来上班。对一个单亲妈妈来说，过节意味着幼儿园放假，她只好请母亲帮忙看孩子一天。然而母亲不理解，不明白为何要强制加班，总之就是不同意帮忙。没办法，安志友非常想联系前夫，但看着电话号码又犹豫了。没有办法，只能和女儿商量一下，明天一个人在家可以吗？女儿问能不能请朋友来家玩，问他朋友是不是丽丽。听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让女儿尽情玩乐，叮嘱女儿千万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要装作家里没人。第二天，超市的前辈跟他说，顾客结账后通常会忘记带的东西先放在客服中心，但多数人不会再回来取，所以就先放在收银台下，过几天如果没人来找就归自己了。接近中午时，一位贵妇结账后把价值79000韩元的娃娃忘在了收银台，发现后他立刻喊住他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这个娃娃恰好是女儿最喜欢的，于是他就把它藏在收银台下面，然后给美娜打电话。话还没说几句，女儿就说今天丽丽没来，来的是另一个朋友。他好奇地问是谁，美娜说是圣诞老人。他问他有没有给圣诞老人开门，美娜说没有，因为圣诞老人是从窗户爬进来的。正巧这时有顾客来结账，他只好匆忙挂掉电话，但他开始担心起来。终于到了中午休息时间，他马上发消息给女儿问情况，女儿却说圣诞老人送了一个礼物，是一个血腥的爱丽丝玩偶。这时同事们都吃完饭了，只剩他一个人。他记得这个玩偶是邻居送的，美娜坚称那是圣诞老人。他的挚友又问圣诞老人长什么样子，美娜说他有黑色的胡子，穿着一件绿色的衣服。这时候经理突然出现了，问他是不是来这里旅游的，建议他去喝杯咖啡再回来工作。面对经理的指责，挚友只能匆匆返回自己的岗位，但他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女儿，不停地催促孩子让圣诞老人离开。没想到孩子却说他们在一起玩游戏。就在这时，经理又一次出现了，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挚友，不断找挚友的麻烦，甚至威胁说不想干就滚蛋。挚友只好谎称自己肚子痛要去厕所，这样才争取到1分钟的时间，但是始终打不通女儿那边的电话。情急之下，他拨通了前夫的电话，本来想请前夫去家里确认孩子的安全，然而前夫却显得漫不经心。这时只知道前夫肯定又在赌博，他感到无助又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美娜打来了视频电话，孩子穿着圣诞老人送的衣服，想要给妈妈表演一段舞蹈。原本固定的镜头慢慢向后移动，挚友原本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，因为显然有人在给美娜拍视频。还没等挚友反应过来，视频通话就被挂断了。他立即向经理请假，表示无论如何都得回家一趟。然而经理却拿出上午藏起来的娃娃，怀疑挚友违反了超市的规定，并且无论挚友怎么解释，经理都不肯听。就在二人争执的时候，美娜又打来电话，结果手机被经理一把抢走。经理坚持要调查清楚才还给挚友。最后通过监控视频，总经理无法证实挚友有偷窃行为。这样一耽误，等挚友离开时已经天黑了。不过幸好联系上了女儿。然而美娜仍在和圣诞老人玩耍，她急得把孩子骂了一顿，还说出了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的事实。在压力之下，美娜最终承认家里只有她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挚友就回到家了，但进门发现美娜不在卧室。他以为孩子像上次一样在玩捉迷藏，于是开始到处寻找，但无论是床下还是门口都没有找到，那就只剩下衣柜了。挚友站在衣柜前说着等妈妈打开，你会被吓一跳。打开衣柜后，里面只有一幅画，画里的内容非常诡异，一只恶魔带着小女孩去了某个地方。那孩子去哪儿了呢？挚友慌张地跑到客厅，突然发现视频里女儿穿的礼服整齐地放在正中央。挚友崩溃地跪在地上，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，那是他经常给女儿读的童话故事。
书中有一句话，如果不相信精灵，那么小孩就会消失。挚友突然记起女儿去了哪里，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原来他从未真正打通过美娜的电话，那头电话一直是空号。他向母亲诉说关于女儿的想象故事，母亲实际上是在说该忘记外孙女了。而前夫对美娜的去世也很难过。每逢圣诞节前夕，安之友总会回忆起女儿遭遇不幸前的行为。命运与机遇的塔罗牌倒置时预示失去和厄运。第二个故事开始了。小韩在朋友的婚礼上意外地捡到了酒店经理的名片，他正打算和女友结婚，决定联系对方，看能否拿到一些折扣。但当晚两人一见面，经理便谈起了因果循环，提到未来都是注定的。接着提到小韩的女友银美，她今年29岁，进入了国企的金融部门。酒店对成年男女有个等级划分，银美年轻有为，等级很高，但小韩的等级就显得普通。经理让小韩不用担心，他擅长处理这类问题。小韩本来是想谈谈优惠，却气得准备离开，但经理拦住了他，说如果他现在就走，他的婚姻可能就无法挽回。时间迅速流逝，转眼到了第二天，小韩想谈谈彩礼和嫁妆，但银美立刻转开了话题，问小韩的父亲何时会卖掉老家的房子，毕竟之前他答应帮忙买公寓。银美不想婚后还租房住，这和昨晚经理的预言不谋而合。小韩现在在国企的金融部门工作，正处在一个容易动摇的时期，一提到彩礼和嫁妆，他肯定会把话题转到婚房上，故意说一些棘手的事情来试探你，这让小韩以为只是巧合。他建议双方的父母见个面，确定结婚日期。银美说现在酒店很难预定，让男友不要太急。这正好和经理的话对上了。一谈到具体婚期，他总是开玩笑岔开话题，别忘了在他找到工作前，他是那个急着结婚的人。经理一再严厉指责，小韩开始完全相信他的话。那晚他就向经理寻求解决办法，经理只是承诺他们最终会结婚，但具体怎么做却不肯透露，最后留下一个 U 盘在桌上。第二天，小韩故意弄脏了银美的衣服，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把 U 盘插到她的手机上，植入了黑客软件。很快经理就发来一封邮件，邮件里是银美和她闺蜜的聊天截图，大致内容是闺蜜觉得小韩配不上银美，打算给她介绍一个更有潜力的人。银美开玩笑的让闺蜜留着那个人。那天晚上，小韩想强行一起做饭，但被银美以不想要孩子为由拒绝了，毕竟她的事业正在上升期，这个时候怀孕显然是不行的。这让小韩更加确信他和女友之间的等级差越来越大。几天后，一个彬彬有礼的男生故意和银美搭讪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小伙子对他有意思。这种巧合实在太多了，小韩无意中撞见了二人的亲密举动。那晚正因为这件事，小情侣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一方怀疑女友不忠诚，另一方则认为男友疑心太重，多年建立的感情出现了严重的裂痕。事后小韩疯狂发短信道歉，但收到的回应总是冷淡，这让他心里很是不甘。他决定偷偷跟踪女友，意外地发现女友总是和那个男生在一起，他脑海中浮现出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几天后的同事聚会结束晚上，女友与那男生的关系超越了友谊。尽管银美第二天非常后悔，但她的闺蜜劝她凭她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更优秀的伴侣。正好那时那个男人发来了短信，邀请银美第二天一起去爬山。闺蜜毫不犹豫地认为她应该去。第二天男人在山腰表白了，银美也正好决定找个更好的男友，于是他们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。男人随即提议拍照庆祝，银美却意外地摔倒在悬崖边。男人立刻抓住了银美的手，让她坚持住不要放弃，但因为戴了手套，银美还是不幸掉下了悬崖。没想到的是，那男人竟然露出了笑容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经理精心设计的。现在银美只能坐轮椅过日子，她的生活质量一落千丈，正好符合了小韩的中等生活水平。这意味着两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结婚了。对这个结果，他依然非常满意。然而小韩的事业进展迅速，很快就要被提升为部门经理了。那些平时对他不屑一顾的美女同事，现在开始频繁示好，会议上经常故意和他身体接触，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表现得过于亲密。这让小韩越来越讨厌他那低等级的女友，他却不知道自己也被降了级。美女同事甚至夺走了小韩的一只眼睛。原来就在1周前，女友在病床上找到了经理的名片，出于好奇他联系了经理。经理告诉他，如果没有信心提高自己的等级，那就只能降低别人的等级。女友说他只希望他能永远留在自己身边。经理接受了这个任务。最终，腿瘸了的银美和瞎了一只眼的小韩
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婚礼的殿堂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感情中不应贪心或粗心大意。第3个故事开始了。住在高级公寓的小恩被闪电吓醒，他立刻跑到主卧门口，寻求母亲的安慰，并告诉她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，但妈妈正忙着做饭，没有太在意。就在这时，地上出现了一张塔罗牌，这张牌似乎不属于这个家。第2天一大早，大波浪和其他高级公寓的妈妈们准备去逛街，因为地下停车场有种失眠的气息。披肩发的妈妈让住在普通公寓的智英妈妈去开车，大波浪提醒他们小声点，毕竟智英和小恩还在卧室玩呢。这让其他妈妈们有点不高兴，因为高级公寓的居民通常不跟租房者打交道。就在这时，屋里突然传来孩子们的尖叫声，大波浪立刻冲进房间，看到窗帘下露出一双小脚，他误以为是女儿搞的恶作剧，然后转身去整理乱糟糟的床铺，但转身时却吓了一大跳，原来2个孩子商量好了，要用吓人的把戏吓唬进来的大人。大波浪警告这2个孩子，在他逛街回来之前，必须把家里整理干净。当大波浪离开后，小恩拿出塔罗牌质问智英，问东西是不是他故意留在房间的。智英却说不是他放的。他接过塔罗牌一看，发现卡片上画的是女祭司。他缓缓开始讲述背后的故事，并解释了其中的寓意。大波浪被人捧成了神，而捧他的正是智英的妈妈。同时，智英的妈妈在寒风中等候其他妈妈，却只换来了讽刺和嘲笑。只有大波浪认为他在辛苦付出。路上，披肩发好奇地问，刚才2个孩子在房间里干什么了？大波浪随口回答说，他们在拿他的化妆品玩。结果披肩发大声嚷嚷，问智英怎么能随便用那么贵的东西。显然这话是冲着智英的妈妈说的。大波浪看出了智英妈的尴尬，直言不讳地说完，他不会让孩子赔偿的。听到这话，智英妈妈心里暖暖的。不一会儿，4个人到了奢侈品店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偏发开始唠叨，有些人就喜欢装作在打电话，简直是把看不起人写在脸上。选购结束后，大波浪送给智英妈一件 T 恤，他担心其他妈妈会看不起他，解释说没多少钱，只是一点心意。但在智英妈看来，标签上的价格并不是她能够负担的。另一边，2个孩子坐在一起玩化妆游戏，但智英不太喜欢。没想到小恩卷起袖子露出一道伤疤，大声说都是他害的。原来几天前，小恩住的高级公寓不知怎么来了一条流浪狗，不停地向他发起攻击。就在危急关头，智英突然出现，用棍子把狗赶跑，并救下了惊慌失措的小恩。从此2家的大人成了好朋友。所以大波浪总是处处维护智英妈，但披肩发觉得差不多可以断绝这层关系了。旁边的马尾辫也附和他的话，他总觉得智英妈很有心机。另一边，小恩的卧室突然传来撞击声，他觉得吵死了。智英说不是自己室那边传来的声音。话音未落，撞击声又一次响起。智英解释说，昨天他看到有人从床上掉下来，还强调地板上有掉落的痕迹。当天晚上，小恩告诉妈妈，他不想再和智英玩了，不仅因为对方住的是廉价出租屋，甚至觉得他很烦。大波浪劝女儿偶尔吃点垃圾食品，说这样能帮助增强免疫力。当晚，小恩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了白天智英讲述的那个女人摔倒的场景。当小恩醒来时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。这时候，客厅里的妈妈们正在聊天，他们在密谋一个计划，打算把智英妈妈排挤出去。不料这一切都被智英听到了。她拿了一盆水放在地上，然后迅速地扔了一根火柴进去，接着不停地念着咒语。同时，小恩想弄清楚智英昨天说的是什么，她怎么会梦到一个女人掉下来？智英说，她知道怎样可以让那个女人出现。于是2人一起进行了招魂仪式，但因为小恩不听话，仪式最终失败了。这边妈妈们在说，智英不仅学习成绩不好，行为也很古怪，经常有人说她偷东西。大波浪这次没有像以往那样维护智英妈，让大人们继续说孩子的坏话。哪个母亲不会信任自己的孩子呢？智英妈坚信她的女儿不是那种人，她说自己要去洗手间，但因为不是高级公寓的住户，安保不让她使用，她最终尿在了裤子上。这尴尬的场面正好被大波浪看到。这时小恩发现他的玩偶不见了，他坚信是智英偷的，或者是他那看起来像乞丐的妈妈拿走的。听了这话，智英气得直接和他扭打起来。正好这时大波浪回到了家，他一来就不问青红皂白的把智英推倒在地，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再隐藏真实的面目了。紧接着他把智英妈叫到了家里，当着其他家长的面断定那个布偶是智英偷的，甚至不让对方解释，话里话外都流露出傲慢和偏见，直言不讳地说人应该物以类聚。不一会儿，屋里静悄悄的，2位妈妈过来一看，
发现大波浪被塞着嘴巴丢在了窗外，他们马上上前想把他拉上来，却没想到智英妈从后面出现了，她把这3人一把推了下去。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贫穷而引发的报复，但故事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智英妈解决了这3个人之后，智英也走了过来，两人似乎进行了灵魂互换。她不断抚摸着妈妈的头，就像是在安慰女儿一样。实际上，她还杀害了小恩。1个星期后，事故现场被警方封锁，而智英抚摸着妈妈，妈妈牵着那条咬人的狗坐在小区里。智英说这次会给她找个好朋友，母亲则表示会好好听话，然后重复了大波浪之前的话：人偶尔要吃些垃圾食品，这样才能增强免疫力。随着智英的一声令下，那条狗找到了下一个朋友。第4个故事开始了。这个小哥名叫任俊，是附近有名的外卖小王。无论客户有多么奇葩的要求，他总是能准时完成任务。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，经常会遇到一些恶作剧订单，比如把2大瓶矿泉水放在废弃车站的储物柜里。任俊马上就察觉到订单有问题，柜子里不知是谁放了一撮毛发，还有一张名叫女祭司的塔罗牌。任俊实在没空管这些，立刻回拨给客户电话，通知说本次外卖服务已经结束。第2天，任俊接到一个送往618市的订单，备注上还特别提醒外卖员注意安全，还画了2颗爱心。他猜想客户一定是个可爱的女孩，于是按响了门铃，没想到开门的却是个胖妹。他尴尬地解释了一下，原来是3人份要和朋友一起吃的。任俊却打趣说屋里只看到1双鞋。这时胖妹叫住了他，关心地端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水递给他。虽然任俊很不想喝，但担心胖妹会给他差评，于是硬着头皮喝下去。喝的时候他好奇为什么水这么咸，离开时他完全没注意到胖妹正死死地盯着他。第2天，任俊又接到了胖妹的订单，这次胖妹给了他一个面包，但任俊已经不饿了，所以拒绝了。没想到胖妹抽回面包，转而递过来1万韩元的小费。任俊一开始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直接把小费接了过来。尽管外卖员态度不好，胖妹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觉得再次相遇是种缘分。但任俊根本不接受这一套。胖妹说她有办法让他给自己送外卖，脸色一沉，强调每晚6点55的订单必须接下。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。果不其然，晚上6点55分收到了新订单。任俊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接单。他熟门熟路的来到了618号门前。胖妹打开门递上小费的同时，提出想和他聊聊天，还问任俊有没有女朋友。开玩笑说送外卖时一定偷看过不少女人吧。听后任俊有点哭笑不得，他一把抢过胖妹手里的现金，好奇地问他为什么问这些个问题。胖妹解释说他想知道任俊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，说着故意撩起裙子，露出丰满的大腿。任俊不想和胖妹多废话，递过外卖，本来打算就此离开，没想到胖妹突然敞开心扉，吐露出她是那种一旦喜欢上人就会全心全意的类型。这点需要注意。提到胖妹手臂上有个翅膀的纹身，以及她喜欢沉默寡言、行为理想的帅哥，胖妹本来想邀请任俊进屋做顿饭，但任俊已经受够了胖妹的热情，一把把小费扔到地上，警告她以后不要再叫她来，然后离开了公寓。胖妹看着他的背影，愤怒地关上了门。第2天下午，任俊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对方告诉他，胖妹完全疯了，每30分钟就下一个订单，似乎在试图找到任俊。深夜，任俊接到了总公司打来的电话，有个顾客投诉了，说他看人的眼神有点邪，老是对他骚扰。为了免于处罚，任俊又接了一个618号订单。没想到这次胖妹的态度突然变了，她除了要外卖，还让任俊帮忙扔一袋普通垃圾，扔完垃圾就把门关上了。虽然心里很不情愿，但看在1万韩元小费的份上，任俊还是提着垃圾袋下了楼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发现鞋子上有2滴红色的液体，一气之下他直接把垃圾袋甩了出去，却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任俊照常给胖妹送外卖，并且继续扔普通的垃圾，可是垃圾袋越来越重，这让他开始好奇起来。于是趁没人注意时打开了袋子，一阵恶臭迎面扑来，里面竟然有一块看似肉块的东西。任俊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难道这是人肉？第2天，他向朋友打听是否有外卖员失踪，朋友想了想，确实有一个，已经消失2周了。那天晚上，任俊像往常一样给胖妹送外卖，趁机从垃圾袋里取了个小样本，回家后立刻进行了测试。测试结果显示，那红色的液体真的是人血。知道了真相后，他非常犹豫是否要报警。正在这时，6点55分的订单又来了，不知道任俊当时怎么想的，他提着外卖直接去了618号的门口，
奇怪的是，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。任俊鼓足勇气，悄悄溜进了公寓。一进门就看到塑料门帘，穿过门帘，一股腐烂的味道扑鼻而来。客厅里到处都是堆满垃圾的袋子。他硬着头皮走到了最里面，中间放着一个手术台，看起来像是用来解剖什么的。任俊想要逃跑的时候，突然在一堆肉里看到了一块有翅膀刺青的人体组织，同时角落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发出的。任俊一看就认出来了，这个女人就是胖妹。他吓得后退了一步，结果踩到了事先布置好的捕兽夹腿，被夹断了，瞬间失去了逃跑的能力。胖妹已经走到了他面前，镜头突然一转，又一个外卖小哥来到了618号门口。他刚要敲门，里面的人已经告诉他们是开的。小哥走进屋里，惊讶地看到一个像狗一样被绑起来靠导管进食的人，嘴巴还被残忍地缝上了。还记得胖妹之前说的话吗？她最喜欢话少的男生。第5个故事开始了。俗话说，让女人独自在酒店过夜的男人都是渣男。尽管美拉强烈要求情人留下，但新上任的高科长还是决定回家陪妻子。他当然不想放弃这个往上爬的机会。看到老高那狼狈的样子，美拉索性掏出了手机，威胁要把他们俩的事告诉他妻子。这一招立刻奏效。老高听后眉头紧皱，显得非常焦虑。他随手抓起桌上的圆珠笔，不停地点击起来。美拉叫他别按了，这声音太烦人了。老高赶紧把圆珠笔塞进口袋，他请求美拉别那么做，说传出去对他们俩都不好。说完就准备离开。镜头切换，老高匆匆下楼，正好碰到经理在训斥服务员，还提到了房间的圆珠笔总是不翼而飞。听到这些，他心里更慌了。他走到大厅准备还房卡，结果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戳到手，忍痛一看，居然是一张塔罗牌。他也没多想，直接放进兜里，然后打了辆普通出租车，开始了回家的路程。路上不断给妻子打电话解释，实际上却是在用谎言掩盖谎言，说他在繁华的江南区，周五人太多打不到车，终于打到一辆车，还被别人插队。司机其实早看穿了一切，正好电话挂掉后手机没电了，老高就请司机让他在车里充电。坐出租车的人都知道，不可能一路上不说话。司机开口说，在繁华的江南区怎么一个大楼也看不到？难道这地方已经消失了吗？这话一出，老高立刻紧张起来。没想到司机竟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。他本来想以被解雇为借口搪塞过去，司机却直接指出了真相，一眼就看出来你劈腿了吧？没关系，男人吗？我能理解。司机完全没察觉到老高的表情，仍然滔滔不绝地谈论劈腿的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外卖小哥左摇右晃的从出租车旁边飞驰而过，差点就造成了交通事故。司机气得直骂街，声称非得追上去不可，然后猛踩油门追了上去，追到外卖小哥，一边降下车窗，开始大声斥责。车里的老高吓得不轻，幸好司机没有更过分的举动，这才让他松了口气。但车内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。老高想拿手机缓解下紧张，可司机以电量满为由拒绝了他。他担心老婆电话打不进来，心里总觉得这司机有问题。果不其然，他注意到司机脖子上的纹身，低头一看，还无意中踢到一个藏着的公文包。老高小心翼翼地弯下身，特别小心地拉开了拉链，瞥了一眼，看到包里有个血迹斑斑的身份证。正巧司机通过后视镜看到了他的动作，问他在干什么。老高找了个系鞋带的借口搪塞过去。正当老高继续搜索时，司机突然转过头来，他大叫着让大家注意前方。司机却支支吾吾地解释说，这辆出租车是他远房表哥的，他今天只是暂借来做点生意。但老高注意到了运营执照上的照片和包里的身份证照片完全一样。还没来得及深思，司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，他似乎在刻意掩饰什么，好像怕老高听出什么来，话还没说几句就急忙挂断，时不时还偷瞄后座的老高。开着开着，老高发现这路不是回家的路，司机解释说他必须去的一个地方，还特地关了计价器，这让老高越来越觉得不对劲，只能靠按圆珠笔来缓解紧张。不一会儿，出租车开上了一片荒山，司机借口要下车方便，实际上却是偷偷打电话。老高趁机跟了过去，本来听不清楚，仔细一听吓了一跳。司机在电话里说货已经在车上，必须先杀了放血，以保证肾脏和其他器官保持新鲜。这次的事情风险极大，必须得给个好价钱。老高猛然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器官贩子，决定要么做要么死。趁司机回到车里没防备时，掏出口袋里的圆珠笔，迅速地刺进了他的大动脉，然后把奄奄一息的司机拖出车。
离开时还说是正当防卫，但倒霉的老高本想开车逃跑，结果轮胎陷进坑里，怎么也出不来，轰油门也没用，车子纹丝不动。此时他完全不知所措。这时司机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说交易器官的人5分钟后到。短信还提到这是双方第一次见面，老高就决定假扮成司机，和那帮人接上了头。他很自然地打开车门，把司机的尸体当作本次的货物，但接货人一看到尸体就吓了一跳，表情里满是惊讶。他急忙解释说货物是新鲜的。那个高个子让老高打开后备箱，原来这俩人根本不是器官贩卖的，而是非法捕猎的买家。他们原本要和真正的司机交易，结果现在却牵涉到了命案。两个人退到一边商量要不要报警。就在这时候，老高也反应过来了，原来司机说的并不是他。心里虽然非常后悔，但狩猎的兄弟已经发现了他，索性拿起木棍把他们俩都解决了。又说这是正当防卫，然后把3具尸体都放在车里，点上一把火烧了车，消灭了所有证据。正当老高忧心忡忡地往家走的时候，一辆警车拦住了他。警员确认了他的身份后，把他拉上了警车。原来宾馆里发现美拉被人用圆珠笔杀死，监控显示除了老高没人进过那里，所以他成了头号嫌疑人。老高坚称他是正当防卫，他解释说是因为有人想杀他这些人和器官贩子有关，所以他才用圆珠笔自卫。然而警察完全不买账，不停地追问事情的真相。老高越被问越烦，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中的圆珠笔。紧接着他的车失控在马路上横停，镜头突然转换，老高一边打电话给妻子解释情况，一边走在废弃的地铁站里。他突然抬头看到一块宣传夫妻和睦的广告牌，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圆珠笔盒，一张塔罗牌随手扔进了橱柜。第6个故事开始了。女主播名叫佑里，她在网上主持一个叫做愿者上钩的节目，表面上是引诱大哥们打赏，骗他们线下见面做饭，实际上她和助手暗中拍摄大哥们的视频，然后上传到网上，靠这招赚了不少钱，不仅买了房，还买了车，人气也是飙升。然而就在提车的那天，佑里发现车门上贴了一张塔罗牌，他自己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即使问了网友们，也没人能解释这张牌的意义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不过因为整蛊视频太低俗，加上佑里经常爆粗口，视频总是被平台判定违规下架。助手建议他改变拍摄风格，但佑里不同意，毕竟他初次走红就是依靠这种视频。最终因为2人理念不合，最后决定各走各路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佑里正在直播，突然接到了一位大哥的电话，他马上吸引了对方稍后见面，见面的点定在了一个宾馆。挂掉电话以后，佑里向观众宣布他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位大哥。镜头切换，他站在了预定房间的门口，可是不管怎么敲门，里面都没人回应，于是他就刷卡进去了。但他刚进房间，看到一个留长发的女人背影，走进去后突然有东西飞了过来，飞出来的原来是个模特假人。这是佑里提前布置的陷阱，他还在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，准备实时直播整个过程。10分钟后，佑里藏在了酒店门口，正好等到了那位大哥，他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，一切都按照预想发展。大哥一进屋就和假人聊得很欢，正当他想要更进一步时，假人的头突然向他飞去。佑里在外面听到大哥的惨叫，差点笑疯，毫不掩饰地嘲笑他，还喊妈妈。然而屋里的大哥很快反应过来，他意识到可能被这个狡猾的女主播耍了，愤怒到极点，心中的不满不断爆发。紧接着他拿出手机给佑里打电话，幸好佑里反应迅速，手机铃声只响了一下，他心想应该没被那愤怒的大哥发现，于是悄悄溜回房间去检查假人的头部是否完好，同时宣布今天的直播就此结束。镜头快速转换，佑里回家路上遇到了交通堵塞，他无聊地拿出手机来打发时间，然后发现刚才那位哥们儿竟然上传了个视频，视频里明明白白地说佑里没驾照，没错，他现在肯定还在路上堵着呢。那哥们骑着电动车已经到了佑里家楼下，还宣布一会儿要进佑里的公寓直播，然后就开始了直播。佑里从没遭遇过这种事，他连给司机钱的事都顾不上了，急匆匆地下了车。不一会儿，他带着2个警察进了屋。众所周知，考瑞亚警察办事效率一般，他们3个找了好半天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入侵的迹象，所以佑里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愿者上钩节目。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那大哥在一片漆黑中开启了直播，直播画面中竟然出现了佑里，这意味着那人就在他背后。佑里回头果然看到了那个男人，同时助手收到了佑里发来的短信，让他赶紧过来一趟。当助手到达公寓时，
发现佑利正坐着，背对着他。这一幕他再熟悉不过，但这次跳出来的不是假模特，而是佑利的另一面。大哥看到助手吓得不轻，差点没笑死，嘲笑他竟然叫妈妈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关闭了直播。最后一个故事也开始了。他是个既单纯又帅气的好男孩，所以常常被同事嫉妒和排挤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关上一扇门总会开一扇窗。允浩凭借他的帅气外貌，赢得了不少女性的青睐，其中也包括一些遇到的富太太。然而他有个严重的健康问题，一紧张就呼吸急促，心跳也会失控的加速，经常被人当作笑料。时间久了，允浩变得越来越不爱交际。有一天，他经过一个废弃的地铁站回家，走到一个广告牌前时，突然感觉有东西滴在衬衫上。他没多想就脱下衬衫，把衬衫放进了对面的储物柜。注意，这里有个小细节，储物柜上有个标语，警告只限1人使用。晚上下班时，允浩回来取衬衫，打开储物柜一看，吓了一跳，里面不知怎的多了一缕头发。他不明白，储物柜明明是上锁的，这头发是怎么进去的呢？第二天早上，允浩再次路过这个地方上班，出于好奇，他慢慢地打开了储物柜门，那缕头发还在里面。允浩鼓起勇气，俯身仔细检查了储物柜的内部结构，发现密封得很好，没有任何漏洞。他突然变得很好奇，回到家后就写了一张纸条，询问储物柜后面是谁，然后带着些许迟疑，把纸条放进了储物柜里。一天过后，允浩再次打开了储物柜，柜门上的字条没有留下任何回复，于是他换了个方法，把自己随身的工作日记本放进去了。没想到这次真的收到了回复，回信的是个女性。她向允浩透露，她也是偶然发现这个秘密的。储物柜竟连接着不同的平行时空，她非常好奇，想了解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允浩本来就不擅长面对面交流，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笔友交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，他们大致得出了一些结论。允浩和这个女性所在的时空左右是相反的，他们的世界中都存在着对方，但性格和工作完全不同。尽管如此，发生的大事却大同小异，比如2002年南朝鲜举办了世界杯，还有2020年的 N 号房等事件。随着书信交流的增多，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。有一天，女方提出了一个请求，她想听听允浩的声音。允浩感到些许紧张，录下了一段自我介绍的视频，然后赶紧寄给了对方。不久，他就收到了回复。那位女性名叫小希，告诉允浩她也是个普通上班族，平时不太能和同事融洽相处，常常独自一人。小希还透露了她所在世界的住址，鼓励允浩要努力生活。正当两人聊得非常投入时，小希突然间失踪了，几天都杳无音信，这让允浩非常焦虑。于是他再次打开自己的柜子时，被掉下来的假头吓了一大跳，都是同事的恶作剧，再加上对家的深深思念，导致他在工作时不小心剪掉了顾客的耳朵。事后美容院赶紧撇清关系，把允浩给开除了。就在他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，小希终于回了他的消息。他问他是不是很难熬，其实小希在担心两人的关系越陷越深，担心最后不能白头到老，所以他犹豫是否应该再见一面。允浩早就厌倦了当前的生活，欣然接受了小希的提议。原来每天夜里的0点，平行时空的门都会打开，于是他们约定当天晚上0点见面。允浩缓缓打开储物柜的门，慢慢蹲下身体等待小希出现，然而等了很久都不见他的身影，于是决定自己去平行时空那边探查，但到了那边还是没有找到小希。他想离开地铁站，但尝试多次都回到了原点。就在这时，允浩注意到储物柜里有动静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出现了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。当允浩想回去的时候，发现时空之门已经关闭，而且自己这边打不开。原来小希就是广告牌上的那个女人，她无意间掉进了平行时空，跟允浩一样，怎么逃也逃不出去。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把自己的头发拔掉，用来吸引原来世界的人打开时空之门。没想到居然有人上钩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网恋需要非常谨慎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